今天啊，我们接着来聊恒大许家印父王的故事啊。恒大的暴雷啊，始于2年前的9月份。这一年的9月12号啊，在深圳恒大总部门前，一下子涌来了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几百名来要账的人。这些人呢，都是恒大财富下面的投资人。恒大财富的前身叫恒大金服，它成立于2015年的11月份。当时全国各地都在搞金融创新嘛，涌现出来了一大批所谓的 P2P 平台。恒大就此成立了恒大金服。我想恒大是这么想的，因为他平时有大量的融资需求要么上股市融资，要么上银行融资。那如果自己融资，岂不是更方便吗？还少了中间环节，还不需要抵押，所以呢，就成立了一个自己的融资平台，就是恒大金服。恒大金服成立之后呢，就发行自己的理财产品，这些理财产品的平均收益率在年化5%到10%之间。在全国众多的 P2P 平台中间也算是比较高的应该说许老板在融资的过程中间在融资利息方面，他从来不是一个特别介意的人我查过他最高的融资利息高达25%，15%的也有很多款产品。我就经常在想我说这25%的收益率这是什么样的生意模式才能维系我估计大概可能就只有贩毒，一般的是不可能维持这么高的这么一个所谓的收益率的。而你想想，你还付完利息之后，你还得自己挣钱的吧？所以许家印只要能融到资，他是不在乎融资成本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高利息的诱惑之下全国各地的人在恒大金服的平台上购买的理财产品的数额一直比较高。截止到2021年的时候，这个平台的存量资金有400亿。2018年的时候全国各地有很多这种金融产品就爆雷了 ，P2P 平台爆雷了。那监管部门呢就要求 P2P 产品纷纷下架。这个时候恒大呢就把自己的恒大金服改名叫做恒大财富，其实还是在继续发行理财产品。而且恒大财富的理财产品跟其他的 P2P 平台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它有很多自己的员工购买。恒大平时要求自己的中层干部你要包销多大额度的恒大财富的理财产品。那么这些恒大的中层干部呢，就会让自己的手下跟着他一起去买这些理财产品。那很多恒大自己的员工也在想因为恒大金服的理财产品收益率高所以有些人甚至是抵押了自己的房产，从银行贷款，然后购买恒大理财的产品。还有恒大的那些这个供应商，你比如说你帮恒大盖楼的，那盖完楼之后你要结算这个利润吧，那恒大就要求这些供应商购买恒大的理财产品。所以恒大的理财产品中间有众多恒大产业链上的人。那么到了2021年的9月8号这一天恒大突然宣布所有恒大财富下面的理财产品延期兑付。这一下你想想，恒大自己的员工也包括那些社会上的投资者一下就慌了神了。所以他们就都赶到深圳总部来找恒大要钱。甚至那一天有很多自己恒大的员工是带着自己的亲朋好友去要钱。你想想，你如果是贷了款买了这些理财产品，如果这些钱没办法兑付的话那我估计自己就倾家荡产了。你帮恒大打工的这些年的所有的钱可能就打了水漂。特警比人还多。其实恒大当时融资不仅仅有恒大金服这么一个平台恒大在2015年左右实际上是做了很多金融的这样的一个举动比如说他入主了沈阳的一家银行叫盛京银行，他控股了盛京银行36%的股份之后他用盛京银行给恒大自己呢大概融资了1000亿以上的资金，同时又成立了恒大人寿。其实恒大人寿也是他融资的一个重要的通道那很多人就要问了这许家印许老板为什么有这么强的资金饥渴症他到底要融多少钱呢？他融这些钱到底要做什么呢？目前恒大已进入多元加规模加品牌的发展战略阶段，并正在实施我们的夯实基础多元发展的第7个3年计划。作为一家民营企业，
恒大20年的所取得的成就，无不得益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全社会的支持。这里就要讲一个背景因为恒大在2016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这一年恒大登顶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老大，这个资产规模也达到了1万亿以上而许家印也成了中国的首富。这个时候许家印就开始膨胀了，因为过去10几年的时间不到20年的时间，每一次自己的冒险，每一次自己的铤而走险，都证明自己走对了。你想想，他用这么高的杠杆，这么高的资产负债率，但是呢，创造了自己的一个商业帝国所以许家印的胆子越来越大这一年，实际上他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举动，不仅仅做地产了，他要做一个商业帝国。这个时候呢，他首先做的一笔投资就是开发新能源汽车，因为在2015年、16年的时候全国最热的风投投资的这个领域是什么？就是新能源汽车嘛。中国一夜之间涌现了是10-20家新能源汽车的企业许家印就开始杀入到了新能源汽车领域他在上海买了一家电池厂，要打造自己的新能源汽车。看一下尾部，灯非常大，然后关的时候也很方便，摁一下。老板给大家说2句话，好不好？漂亮。同时你比如说恒大冰泉恒大人寿恒大畜牧恒大乳业等等它构建了一个除了房地产之外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那所有这些产业都需要钱尤其是像新能源汽车，你要知道，那王传福搞新能源汽车，人家搞了多少年？人家搞了10-20年，深耕电池这个行业，经过缓慢的积累，才推出自己的这个电动汽车。但是你许家印没有怎么办？他就只能靠买。我们这不叫弯道超车，我们这纯属于换道超车。买，合，圈，大，好，3到5年的时间，把恒大新能源汽车打造为全球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新能源汽车集团。那意思就是说我有钱，我买到足够的电池，我买到这样的所谓的整车集成技术，我就可以造车了。那就需要大量的钱你包括它的恒大冰泉，那其实也是砸钱砸出来的这么一个产品所以这恒大非常需要钱。他就开始搞金融，搞金融的目的是什么呢？搞金融的目的就是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恒大集团来输血。这就是恒大在15年、16年拼命的患上了资金饥渴症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说句实话，你融的这些钱你是要付利息的。我刚才讲了，恒大的融资成本非常之高2016年的时候，恒大花了年薪1500万，请了一个经济学家叫任泽平，到自己的集团里头任首席经济学家。这任泽平是个学者他在这个恒大内部看了一下这个报表之后，他就觉得这资产负债率实在是太高了。他在2018年的时候他就跟集团的总部提出来说，这么高的资产负债率非常危险有可能导致流动性危机。因为我呢是研究宏观经济的，我呢就想去一家地产公司看地产是真正的怎么干的，就是抱着学习了解的这个目的去了以后，一看资产负债表这个哇，负债率好高的。因为我呢是学者，我还不是企业家，因为企业家肯定就是这个赌性会比学者要更大嘛，学者一般会更谨慎。后来我一看这资产负债表，我觉得蛮高的所以我就后来国家不是提房租不炒嘛，我就开始这个写报告，一开始写了以后就被批评嘛，在大会上被批评就说这个什么这个格局不够什么之类的。我是最早是做过建言的。2015年的时候，恒大的负债只有6000亿，差不多这个水平，但是到了2017年的时候，就一下子跃升到了1.17万亿的水平。那你这些钱，有人统计恒大每天要还3个亿的利息，那你怎么办？所以恒大也需要钱去这个
平衡自己的所谓的现金流吧，要保证自己不会陷入到流动性危机吧。这个时候恒大想到了2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就是在境外发债。恒大从15年左右开始在境外发债啊，陆陆续续在境外一共发债了1400亿人民币啊。第二个方式呢，它实际上就是想通过回到 A 股上市的方式来融资，因为在股票市场上融资其实利息是最低的，这个成本是最低的。你比如说你发行可转债啊，可转债的利息就可以忽略不计，对吧？你甚至你可以增资啊，你可以配股啊，这些呢就完全没有成本了嘛，我给你的是股权稀释嘛。所以恒大过去在香港上市啊之后，由于香港市场一直有人做空恒大的股票，恒大的估值非常低，只有500亿左右，所以他耿耿于怀，想要回到内地去上市。但是内地啊对房地产企业上市啊限制非常多，于是他就瞄准了深圳有一家房地产公司啊，就国有房地产公司叫做深圳房，他想通过重组的方式啊转到完成 A 股的上市。应该说这个想法是挺好的啊。许家印这个人呢，从15、16年也特别擅长于资本市场的这种运作啊。他为了搞这个深圳房的这个重组呢，他就引进了1300亿的战略投资，通过自己的股票让出了36%左右的这个股权啊，融资1300亿。而且这1300亿呢，他还跟对方签了一个对赌协议。这个对赌协议呢，就规定啊，在2021年1月31号之前，也就是这4年的时间，必须完成重组上市。如果不能完成重组上市啊，这1300亿它必须回购回去，同时还要给这些投资方137亿的利息，同时又承诺了连续4年的利息啊，加起来不低于800亿，而且呢，每年分红的比例也不能低于68%。应该说这是一场豪赌啊！你想啊，这个当时啊，国内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管越来越严啊，你一旦要是重组不成功，你需要把这全部回购回去之后，你还要付对方那么高的利息啊。应该说，这个过程你也可以看出来，这个许家印这个赌徒的本色啊。但是没想到啊，他跟深圳房之间的重组啊，这个过程异常的不顺利。为什么？一方面就是因为深圳房是国企，那么国企跟你这个民营企业进行重组啊，就涉及到众多的法律问题，这不好处理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国内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管越来越严了。这些年你可以看一下啊，这房地产企业上市的这已经非常非常少了啊。那就是因为房地产本身这些企业上市融资，让中国的政策监管层啊越来越警惕。尤其是恒大这样的一个企业，长期以来以高负债、高杠杆的方式啊，来高速的这种扩张式的发展呢，已经引起了监管部门的一些注意啊。一旦要同意它来这种所谓的重组上市，那你相当于就认可它这种所谓的发展模式了嘛。在2020年的8月份啊，市场上突然就流行了一段以恒大自己给这个政府部门发的一个所谓的信。这封信呢啊，就说恒大现在欠的钱呢已经非常多了啊，已经欠了好像7、8千亿人民币了啊。如果要是不能重组成功的话，有可能导致啊整个恒大这样的一个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的断裂啊。很多市场上人士都分析啊，这个文件啊就是这个恒大炮制出来之后啊，来给有关部门进行逼宫的。那意思就是说，你要同意我重组上市了，那我有活路啊，这个大家都有活路。如果我要是死了，你想吧，这个社会上要造成多大的社会动荡啊！恒大当时看到这个文件之后，赶紧出来辟谣，说不是我们搞的，跟我们都没关系啊。但很多人都说就是恒大自己搞的啊。但尽管用这种手段啊，其实恒大最终跟深圳房之间的重组也没有成功。在这一年的11月份啊，双方就同时宣布啊，持续了4年的恒大与深圳房的这个重组啊，以失败而告终。但其实啊，深圳房的重组啊，对恒大本身并没有造成一个特别大的伤害，因为这1300亿啊，他原先承诺回购的，他并没有回购啊。要说许家印许老板还是挺有本事的，他就说服这1300亿的战略投资者就认了，你就变成我恒大的这个股份了，啊，基本上就没有退出的。所以许家印把这1300亿等于还拿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集团里来使用了。所以很多人分析恒大事后的这个所谓的覆亡跟深圳房之间的重组失败有关啊，我不这么看。其实你看他在深圳房重组之前那1300亿他已经拿到手了，拿到手之后重组失败之后也没推回去啊，而且他即便上市成功之后啊，他其实也很难再通过 A 股进行融资了。
就现在对房地产市场的这种监管。所以恒大的失败不是因为它跟深圳房之间重组失败导致的，其根本的原因是恒大自己的这种经营模式啊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风险。这个巨大的风险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2020年啊，这个3条红线政策的出台。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习近平啊，在18年的时候提过一句话，叫做"房住不炒"。他就认为房地产市场这些年比较疯狂的发展方式啊，其实啊不太健康。老百姓住不起房嘛，住不起房他就不生孩子，不结婚嘛，然后不结婚就导致中国的现在生育率这么低嘛，啊，大家都觉得这个内卷啊，所以呢就提出来所谓的这个房住不炒的概念。这房住不炒的概念，实际上对房地产企业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的一个讯号啊。到了2020年的时候呢，监管部门呢就提出来所谓的3条红线和4档管理。这所谓的3条红线呢，就是讲啊，你的资产负债率不能高于70%，净资产负债率不能超过100%，然后你的短期债必须大于1%啊。如果你这3条都违反的话，你就不能搞这个有息贷款了。说白了，银行就不给你贷款了。但是这3条如果对照下来啊，你会发现啊，这恒大地产呢3条全部触雷了，也就是说恒大每一条都超过了这3条标准。在这个所谓的3条红线公布的时候，恒大自己的净资产负债率高到什么程度呢？大概在150%左右。那你想想，那太疯狂了，是吧？那也就意味着在3条红线公布之后啊，恒大在银行再也拿不到1分钱贷款了。那对于一个房地产企业来说，拿不到银行的贷款，基本就等于死。而且恒大此前那么多融资的那些钱，每天要付3亿的利息的钱，都依赖于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就是你源源不断的有资金补充进来之后，能够让它维系整个产业链的正常运转。一旦没有钱进来的话，你要变卖自己的资产，比如说他买那些地，他可能是100亿买过来的，他要卖的话，你可能就只能卖30亿、50亿，除非你自己开发，他也不愿意这么做嘛。所以他如果要是没有源源不断的资金进来的话，滚雪球的话，他是1分钟都停不下来的，否则就会死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他这个模式还依赖于就是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不断的上涨，因为你这么高的利息收入，你这个源源不断的开发这个房地产，如果要是有所谓的房价不断的上涨的预期，你就可以存活下去。但是正好在2020年的时候赶上中国的疫情，也赶上了中国其实自改革开放之后的第2轮的房价下跌的这样的一个下行周期，这2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啊，导致恒大终于绷不住了。所以恒大的死啊，实际上不是因为深圳房重组失败导致的，而是因为它这个模式它自身所蕴藏的巨大的风险，再加上2016年之后啊，这个恒大这种无序扩张导致的。到了2021年8月份的时候，广发银行首先嗅到了不对，就宣布啊，对恒大的一笔资产1点几个亿的资产就开始率先进行了冻结，市场的讯号就传递出来了。到了9月份的时候，恒大自己啊就没有能力再对付自己恒大理财的这个产品了。恒大理财啊，整个规模就只有400亿嘛，但是它因为都面对普通的中小投资者，它非常容易危害社会稳定啊，所以这些人到了深圳一闹，导致恒大马上这个问题就传遍全国了啊！恒大在2年前的9月13号，他就宣布啊一个兑付方案，说每个月给兑8000块钱，用1年的时间把10万块钱以下的这些小客户的钱先兑完。然后呢，实际上这8000块钱他也没兑现，很快就改成了2000，后来2000又改成了200啊！1年的时间过去了，恒大所有的兑付的预期都落空了。他又给有一些投资者来说，你们可以买我们恒大的房子。总而言之吧，在过去2年的时间里啊，恒大竭尽自己所有的努力，只还了70亿。他现在这个关于恒大财富下面的这些未兑付的理财产品的投资者的钱，存量资金还超过300亿。恒大呢，在今年9月份呢，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啊。在9月份的时候，警方就宣布一下子抓了恒大高层10几个高管，包括恒大理财的负责人叫杜亮，还有许家印自己的2儿子。而许家印呢，也终于被这个监视居住了啊！大家注意看，这可不是什么自然湖泊，也不是什么自然河流，而是一个恒大工地。现如今呢，只是挖了几坑，锈迹斑斑，
但是基坑这个地方现如今积满了水，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恒大给业主们修的人工湖。毕竟呢，恒大一直以来都非常擅长修建人工湖。大家看一下，这些都是曾经承诺的配套。大家再看一下，这是一些已经封顶房子的地下室，灯是亮着的，因为工地并没有完全停工，一直以来呢，也有几个人，很少的几个人干活吧。但是呢，不得不说，业主们看了之后，真的是内心拔凉拔凉的。自己花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买的房子，地基竟然泡在水里边。最后我来讲一讲许家印这个父王的我自己的看法啊。有人说啊，许家印的父王啊是什么中共啊整这些民营企业家搞公私合营啊，什么国进民退啊。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情跟这个关系还真就不大。你要说国进民退的话，房地产企业里面民营企业多了，那为什么没有整其他人呢？本质上来讲，实际上这件事情不是中共整这些民营企业家，而是像许家印这种赌徒式的做法本身呢，蕴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和金融风险。你想想，最新的财报显示啊，许家印在过去这2年，他的亏损额高达多少呢？高达8000亿元人民币啊！他的负债总额啊，已经高达15000亿人民币左右啊！那已经超过了广东省的 GDP 啊！那已经比那个朝鲜的 GDP 高10倍了呀！你想想，就许家印一家企业啊，他亏损的这个钱，我估计这金家王朝赚10年都赚不过来啊。那他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亏损？就是因为他赌徒式的这种经营方式。许家印的这种经营模式是不可维系的，它近乎于庞氏骗局。它之所以能够维系20年，是因为它恰好赶上了中国房地产高歌猛进、房价平均飙涨10倍的时代。所以他不停的用高利息融资，用高杠杆经营啊，他还能活下来，而且他活得还不错。一个人的成功啊，会反复说服自己，因为他过去的成功就可以证明他将来的成功。但实际上啊，他的成功不是因为他自己的努力，不是因为他对了，是因为他赶上了时代的风口啊。在过去的10年，所有做房地产的企业都大赚特赚，只不过许老板的野心更大，他的胆子更大。他敢铤而走险，他敢用这种高杠杆的方式、高负债的方式、高利息的方式去做房地产，结果他侥幸成功了。他认为他一定会在其他领域内也成功，所以他2016年的时候，他就开始疯狂扩张，搞这种所谓的新能源汽车。他一个新能源汽车的项目就亏损了1000亿人民币啊。那恒大冰泉的项目也亏损了上百亿啊。也就是说，这套逻辑啊，实际上在房地产之外的所有的领域都不成立。而房地产领域呢，也仅仅在过去20年高歌猛进的时代还可能让它存活。但是这种现象怎么可能一直持续呢？我们想一想，中国的这种房价可能一直上涨吗？可能平均每隔20年涨10倍吗？不可能。也许未来的20年，中国的房价就维持这个水平，甚至有可能还继续下行。那么在这样一个下行市场的这个房地产里面啊，这种高负债、高杠杆的房地产企业一定会死掉。只不过许家印的死掉啊，它涉及到社会面可太大了，因为它留下了差不多啊有几百万套的这种烂尾楼，全国各地啊，所以现在全国各地的这些政府都在帮他收拾烂摊子。比如说把他这个项目让别的房地产公司来接手，接手完之后呢，把房子盖起来。因为如果这些房子不盖起来，也就意味着几百万个家庭都要倾家荡产。我们被他们说喜欢我，只要我喜欢讲真话。这次许家印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看到，许家印总共39亿的自身资本，贷款可以做到2万亿，相当于去年 GDP 的2%。这才一家许家的，还有李家、张家、王家、那个刘家、王八家的乌七八糟的那个一大堆东西。你说这就是中国式的金融。我们像美国去的时候呢，可能有的标点符号没有看的就好，表达的不够清楚。当然，这里头我个人认为啊，各地政府的监管责任也跑不掉。你比如说，中国的法律规定啊。你这个预付款，就老百姓买房子的预付款进来之后你进入到共管账户，那只有30%的比例，其他这个钱按道理来讲，企业也应该用于这个地产项目。但是啊，你去看许家印的这个
所谓的商业帝国里，它大量的项目之间啊来回腾挪辗转钱啊，所以他把这个钱拿走了之后，不在这个项目中间运用了，最终才导致这些项目烂尾嘛。那这个责任是谁的？那就是地方政府的呀。地方政府没有尽到监管责任。当然了，我就说地方政府是地方政府的责任，许家印是许家印的责任。许家印这种赌徒式的做法啊，他其实他自己的责任是跑不掉的。所以啊，我个人觉得对他来讲，他未来啊最好的结局就是到秦城监狱度过自己的下半生了。但最后我还要讲了，许家印你也不要认为他只是赌徒啊。这些年，恒大集团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它的现金分红率一直在所有的房地产企业中间是最高的。别人差不多只有30%、20%左右，它的这个每年的现金派息率啊，平均在68%。那么由此啊，许家印家族啊，大概分到了500亿人民币左右。其实这不合逻辑啊，为什么？因为你一方面在市场上你用超过10%、15%的利息去融资，但你另外一方面，你企业的利润你又派息出去了，那这在逻辑上没法解释，是不是？但最终的结果就是许家印家族分到了500亿人民币，而他现在呢，跟自己的太太啊也已经离婚了，他的大儿子也已经跑到加拿大去了。据说啊，在过去的2年，许家印曾经想通过珠海的海关呢闯关去澳门，没有成功。事实上，这2年他已经被边控了。我相信啊，他逃不掉了啊。许家印的故事啊，是过去中国房地产狂飙突进的20年的缩影啊，同时啊，也是中国草根啊、草莽企业家啊这种类似于赌徒的方式啊，利用中国整个监管市场不规范这样的一个类似于上海滩的故事啊，它的倒掉也就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啊。也希望啊，通过它的倒掉啊，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啊，能够逐渐的健康的发展起来。好，我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大家注意看，这可不是什么自然湖泊，也不是什么自然河流，而是一个恒大工地。现如今呢，只是挖了基坑，锈迹斑斑，但是基坑这个地方现如今积满了水。